魏无羡啊了一声，还没反应过来，江澄在一旁怪声怪气地说：“叫你改口叫人，又不是新来的媳妇，装什么傻？”魏无羡不理他，朗声喊了声：“叔父！”蓝启仁很是受用，捏了捏胡须道：“君子言出必行，你今日所说，须得做到。”魏无羡知道他指哪些事，点头应是。蓝启仁又道：“我知晓你大病过一场，身体比不得常人，今日那些责备之话，实乃无心，你莫介怀。没事的话，也别老多躲着不回家，我又不是老虎，能吃了你不成？你不是老虎，但比老虎吓人。”魏无羡心中这般想，面上笑嘻嘻应是。蓝曦臣道：“忘机换了药，恐怕需要休息一下，曦臣先送叔父回家。有我在这里，您不必担心。”蓝启仁看了眼病房里忙碌的护士，思索片刻也不拒绝。魏无羡把人送到电梯门口，就要挥手再见，蓝启仁又转身，虽然是对魏无羡说，但更像是在提醒一旁的江澄：“你腹中的孩子是我蓝家的长孙，以后别再说什么入江家族谱的糊涂话。”魏无羡一愣，笑着点点头。他心想，这个孩子到底比他幸运太多了。等送走了人，江澄没忘蓝忘机的嘱咐，带着魏无羡往温情的科室走。他走在前面，语气里带着3分不稀罕7分自傲：“蓝启仁这个老古板，日后这孩子生下来，我若有心要抢，他蓝氏未必争得过我江氏。也不想想，昔日整垮温氏的功劳有一半在你身上，若没有你的那些证据，如何能彻底拔了温氏在政坛的根？那老古板居然还拿这件事来责骂我，告诉你，若不是被人拦着，我绝对要上去理论的。你刚才说你要退出娱乐圈，真的还是假的？如果是真的话，你提早给我放个话，想转行做什么跟我说，资金方面不是问题，你要多少我都给得起，或者回来履行你之前的诺言，做我最得力的助手，随便你想做什么都可以。不过你这2年当演员好不容易做出了成绩，这样放手会不会太可惜了些？不过不管你怎么想做兄弟的，我都会支持你啦。”我说：“魏无羡，从小到大，我都没见过你今日这妇人打人挨的委屈样，你这别不是苦肉计。我知道你最擅长装死了，你刚才挨打那里脸上的表情可太夸张了呀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要生了，好歹是个影帝，今天这表演浮夸了些。作为观众，只能给你打7分，不过蓝家人一向吃软不吃硬，想不到你连蓝启仁都骗得过。”江澄自顾自说着，却没听见身后的魏无羡有任何回应。以往他说一句，魏无羡能有10句等着他，今日却安静的出奇。他疑惑的回头，却见魏无羡被他甩了老远，单薄的身体靠在墙上，摇摇欲坠。江澄暗道不好，快步跑过去将人扶着，只觉触手炙热，忙探了他额头，极烫。他皱眉急切道：“怎么了这是？”魏无羡呼吸都有些困难，眼前早已天旋地转，黑白明灭，却依旧听清了江澄的问题。这发小只要依着急话就说得极快，他深呼吸一口，想要给他个答复，没料到我字尚未说出口，喉头便是一甜，哇地吐出一口血来。江澄见他这般魂都要吓得出窍，声音都开始发颤，半天才想起要叫医生。这一口血吐出来，魏无羡觉得身体的力气也被彻底抽干了，完全不受控制的软倒，被江澄箍在怀里。他看见江澄眼里居然淌出水来，还想笑他胆小，却已经没有那个精力了。他只能拼尽全力抓着他的衣襟，说半句断半句的道：“如果有意外，保孩子。”操！魏无羡，江澄腾出手抹了糊住视线的泪花，又去擦他嘴边的血。到底怎么了？刚才还好好的，你 TM 的，到底怎么了？整条走廊都没什么人，他想叫医生都没人来帮帮他。你别告诉蓝湛。魏无羡说完，抓着江澄衣襟的手像是忽然断线的木偶重重垂下。魏无羡从一开始就觉察到自己身体不对了，他知道该来的总是会来的。从蓝湛入院抢救时，身上便开始出现隐隐的刺痛，遍布全身，抓也不是，挠也不是，这是发作的前兆。若他还是3年前那个刀尖舔血的魏无羡，只怕早已找个没人的地方，拿出匕首，按着以前那个残忍却有效的方法来克制下去。但现在他已经不是一个人了，比之3年前的折磨，这样的症状已经算轻了，说白了不过是毒入血液的后遗症，治不了也不致命，以他的耐力，以往总能不动声色地熬过去的。
可今日似乎严重了些。温情说过他还有小半年的时间，难道老天真的等不及要来驱赶他了？他脱力闭眼之前也想过，如果这回醒不过来的话，蓝湛会怎么样？肚子里的小宝贝才6个月，怎么活下去？事情一旦有脱节的趋势，一向不信命的人也开始害怕起来。他在梦中挣扎，祈求老天仁慈，不要让他走得这样急。有许多事他还放不下，浑身的血液如同沸腾一般灼烧着身体。他拼命地想蓝忘机，想他的好，想他的笑。一想到如果就此放弃了，就再见不到这个人了，魏无羡如被噩梦惊醒般睁开了眼睛。醒了，医生，医生，是江澄的声音。继而耳边传来器械嘈杂的声音，手臂有一丝凉意注入，他也感觉不到疼。他听到温情下了定论，醒了就暂时没事了。魏无羡捧着水杯喝了一口水，再喝一口，干燥苍白的双唇才润湿了一些。江澄坐在床边，板着脸审问：“说吧，怎么回事？”魏无羡眼神闪烁了一下，重新靠回枕头上，摸着肚子上隆起的小山包，含糊其辞：“什么怎么回事？还想瞒我？”他看向在门外默不作声的温宁：“你不说，也总有人替你说。”温宁顶着魏无羡目光的压迫走进病房，看了下一旁的温情，最后咬咬牙向自家老大和盘托出：“再瞒下去，对公子没有好处。”温宁话少，对魏无羡一向无条件服从，这是他难得一次自己做主。他守这个秘密守了3年，看着江澄对魏无羡态度一年一年的变化，他本以为这个秘密与他2人的关系修复已经没有太大必要了，毕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，一家人哪来的隔夜仇呢？他原打算听从魏无羡的话，把这个秘密烂在肚子里。可是今天，江澄抱着昏迷的魏无羡，死活不让温情接近。他并不知道魏无羡这病的实情，以为普通医生就可以治疗，只把人送进急救室，叫了一大堆医生围着转，唯独不愿让温情接近。温家与江家有血仇，温宁不指望江澄能给他和姐姐什么好脸色，但这种时候却是服不得软。温情看魏无羡情况已是非常紧急，急得大骂，江澄却不为所动。姓温的在他这信誉为零，昔日不过是看着魏无羡的面上没发作罢了。再者，这医院里好医生又不止温情一个，他就不信会治不好。直到那边被好医生围着的发小又吐了一大口血，他才有些动摇。温宁不能与他动手，一即便用了激将法，江先生还在记恨公子当年让江小姐受伤的事吗？所以今日才要借机置他于死地。江澄立马变了脸色，即使下一秒拔出枪来毙了他，温宁也相信。但话已出口，覆水难收，万事有因有果。如果当年公子选择一人逍遥不去赴约，后续的一切都不会发生，他也不会躺在这里。什么赴约？你他妈在说什么？